不是你太脆弱，是荷尔蒙加上社会期待在逼你崩溃。这不是病，而是身体、情绪与灵魂的一次大规模更新。身体像软体更新中卡住、转圈圈、跳错讯息，无法关机，也无法重开。身体在荷尔蒙波动，情绪像在坐云霄飞车，灵魂则是在问你：你还想继续这样的生活吗？一般都说更年期是老化，《黄帝内经》说七天癸竭，7 49，民间也说呢逢九必凶。其实9是一个10年的结束，是下一个10年的开始，提醒我们更多的思考人生的方向。所以更年期是来提醒你人生即将进入下半场，借由这些身体的反应，要在灵性上推动你心灵沉淀，让你思考，更新你的人生重心。所以这不是老化这么简单，而是一次内在重塑的邀请。你每天扛着压力进办公室，开会的时候想爆炸，回家以后面对家人还得温柔。你以为你是在撑工作，其实你是在撑信念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撑的并不只是表面的 KPI， 而是你从小被父母和师长以及社会教育植入的观念。你还不够努力，你做的还不够好，你还不够成功，你要再更成功、更强大，不能输给别人，不能让别人失望。可能你已经40、50岁了，但是你还在 recreate 你过往让父母失望或是让父母光荣的那些时刻。你不能让你父母失望，他们期待你能够当上主管、当教授，有好的头衔、好的地位。不能让你的老公失望，他期待你又优秀又体面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你当然也不能让你的儿女失望，他们期待你能够加薪，能够财富宽松，带他们出国，给他们买新手机。这些信念没有对错，但是到了更年期，遇到了你的心灵沉淀期，他们会带来情绪对撞和价值观的冲击，让你怀疑人生，怀疑你过去所相信的到底是不是值得。更年期身心灵失衡的具体表现，在身体上，热潮红、盗汗、睡眠困扰、肌肉酸痛、心悸、疲劳、月经混乱；在情绪方面，你焦躁、易怒、莫名的泪崩、失去信心，觉得自己没用，记忆力也下降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在心灵方面，你不知道人生接下来要追求什么，过去的梦想忽然浮现，却没有力气实践，一种我这辈子到底活得对不对这样的茫然感油然而生。身体跟情绪敲警钟，不过是为了要引起你的关注，让你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自己身上，去思考真正的你是什么样子，你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。这段日子灵魂要你开始5个问题。第一个是我的身体舒服吗？我还有活力吗？第二个问题是我的心每天被什么装满？我真的喜欢这样吗？第三个问题是我的灵魂渴望什么？我曾经的梦想还在吗？第四个是我愿意为自己安排喘息与照顾自己的时间吗？第5个问题是我允许自己变老，接受自己下垂发皱，但活得更深更自由吗？不只是转变期，而是重建自己人生舞台的黄金期。你的第1道修复线就是要照顾好你的身体。我们从身体开始照顾这个使用了几十年的这一台缜密的机器。如果潮热盗汗，我们就是建议你洋葱式的穿法，然后随身带冰的毛巾，补充大豆异黄酮。如果担心骨质流失的话，记得补钙，至少1000毫克。维他命 D 的话可以补到5000国际单位，但是记得要抽血检查，适当的做一些负重运动。如果睡眠困难的话，你避免晚上喝咖啡，然后避免接触蓝光，你可以尝试褪黑激素或者是冥想的练习。让肌肉更松弛的话呢，你可以做重训之后呢，配合上恢复式的瑜伽，这个是最佳的组合，让你的肌肉记得你还活着。那饮食上的话，多吃深绿色的蔬菜 ，Omega 3可以帮你抗发炎，亚麻仁油或者是鱼油都很好，少吃精致淀粉还有反式脂肪。你可以尝试补充一些 GABA 跟色氨酸，这些可以帮助你放松、抗焦虑。那你也必要的时候呢，可以考虑一下荷尔蒙补充法。那这当然需要专科医师来帮你评估，可以看一下我这一集，这个链接在这里，直接放在屏幕上，你点下去就会跳接到这个影片。再来是你的心，更年期的情绪呢，像海浪一样，不是突如其来，而是因为你压抑了太久了。所以呢，你并不是歇斯底里，你并不是 emotional， 太过分情绪化。所以呢，这里要给你实用的心疗策略，整套实施的方法呢，你可以点下面的说明栏，有这个链接，你可以免费领取。这里呢，我们先简单讲一下。就是呢，你的情绪日记把它写下来，每一天写下你今天的情绪爆点，
加上一句给自己的温柔回应，就是自己鼓励自己。第二个是呢，减压5分钟，每天找一个时间断网，深呼吸，眼睛闭上，问自己：我此刻最需要的是什么？5分钟就好了。第三个是情绪群组吐槽法，建立2、3个人的小群组，互吐苦水，互相讨拍，互相安抚。第四个是心理咨询，去找心理咨询，这个并不是软弱，这个是真正的勇敢，可以帮助你度过你的情绪浪潮。再来是你的最深处的灵，从外求到内观是重生，而不是自我的消失。我这里所说的灵性照顾，不是指宗教，而是指你能够意识到，你不是只是一个员工、一个母亲、一个太太，而是从内在觉醒，知道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，开始去重视我是谁，我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。如何练习内在的连结呢？下面的这个说明栏里面有一个链接，也是免费的，叫做最简单的连结高我之道，要免费送给你们，请你们点击领取，你只要填上 email 订阅就可以了。那这个订阅呢，你随时都可以取消，而且完全免费，也不会泄露你的个资。但如果没有收到的话，请记得去垃圾信看一下，因为有时候会跑到垃圾信。那么这里我先简单的介绍这个最简单的与高我连接法呢，每日3问，问一下今天我有没有为自己做一件事，为自己。今天我是否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觉？今天我有没有对自己说我很棒？对自己的3问。第二个是呢，静心冥想的练习，其实每天10分钟、5分钟就可以了。坐下，呼吸，想象自己的心是一个花园，然后杂草是焦虑，花朵是希望。你慢慢的整理你这个花园，拔掉你的杂草，让你的花朵开放。第三个，创造，你去写诗，你去旅行，你去画画，你去唱歌也可以。给自己的灵魂一个创造的空间，这是最简单的与高我连接法。接下来聊聊职场上怎么样度过更年期，如何让老板、同事理解你的变化。建议是说呢，你可以说出来，这个反而呢可以获得更多的理解，但是不要一直讨拍，因为这让人家觉得你是无病呻吟啊。适当的说就好了。合适的说法是这样子：我最近在经历身体的变化，我情绪有点敏感，可能需要一点空间，就这样。你会获得的不是批判，而是同理，而是体谅。你可以做的事情呢，是跟主管谈一谈，是不是能够申请远端上班，或者说弹性上班1天，然后你能不能设计你自己的充电日，在下班之后呢，什么都不约，只留给你自己。那如果你刚好就是主管，你更可以呢，借此来庇应众生，建立一个部门内的女性健康支持团，大家一起抱团过河。更年期之后，真正的大女主剧情才刚要开始，因为在过往你活在别人的眼光中，但你现在够成熟了，你可以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了，你也不用一直的被社会的标准所压迫，你可以重建人生的舞台，从爆炸期让你自己过渡到女神期，你的智慧更沉稳，你的直觉更敏锐，你不再需要讨好这个世界，而是呢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。所以更年期是一个大进化，我可以用3句话总结：你不是坏掉，而是重启。你不是失控，而是更新；你不是变弱，而是进入更高的频率，学习成为真正的自己。当你愿意开始照顾身心灵，你会发现原来这一段日子不是好日子的结束，而是一个新章节的开始。我是王丽慧，下次再跟各位聊聊我们身体内的小剧场。